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 Eileen。那今天的视频呢，就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冬季穿衣服最头疼，而且也是最多人有疑惑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穿才可以保暖，怎么穿才可以美丽不动人。那今天的视频呢，就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几个诀窍，并且呢，也给大家总结搭配了10套不一样的穿搭分享。在视频开始之前，不要忘记右下角自己打开字幕选项，以及我今天视频里面提到的所有产品信息、尺码链接，我都会整理好放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那今天也是有给大家准备到了同款礼物送哦，一定不要忘记看到最后。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我觉得冬季想要穿的暖和，很容易被人家忽略的就是腿部了，因为毕竟其实如果腿部穿的暖和了，然后脚底板也热乎了，你的全身其实都是不会冷的一个状态。那除了去穿秋裤，或者是直接穿2条裤子出门，有没有更轻松省力的办法？答案就是各种加绒的裤子。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现在上身的这2条加绒的牛仔裤。这2条牛仔裤里面翻开来呢，都是能够看见它有一层厚厚的这种绒。整个裤子上身的版型呢，并没有因为说加了这层绒让它变得非常的臃肿很难看。相反的，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加绒牛仔裤是做的越来越好，比去年我入手的一条的，我觉得整个版型上来讲是有非常大的提升的。先来聊一聊这条弯刀裤吧，也是我觉得上身之后非常惊艳的一个款式。它整个腰围做的是这种偏高腰的一个款式，在冬天的话呢，我觉得就非常适合去叠各种一会儿我们会聊到的很暖和这种羊毛的打底衫，可以塞进去。一方面呢，就不容易往里头灌风，也不会说露肚脐会很冷。还有呢，就是它在裤子的后面这个部分是有做到了松紧身，会比那种没有松紧身的款式更加的贴合。从腰部一直到胯部，我觉得整个的过渡是非常的自然好看的，渐渐往外打开的一个形状，能够很有效的去修饰所有梨形身材所带来的一个烦恼。而且我还很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整个有这种 Maison Margiela 的一个设计精髓在里面。它在裤管的大概偏靠上的一个位置是有做到了这个小剪刀口的一个形状。那其实 Maison Margiela 他们家这个切一刀的这个牛仔裤，我一直都很种草，但是因为我身高只有1.58米，那他们家的裤子又非常的长，即便我是买回来自己做裁剪的，它那个剪刀一刀切开口的那个位置呢，对于我来讲还是会太过靠下，那整个人呢就会显得非常的拖沓不利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平常买裤子的时候，我就会更倾向的去找它本身设计的就是裤长我能穿上是刚刚好的。因为这样的话呢，不管是它的这个弯刀裤的开合的位置啊，然后包括整个腰部的这个整个的贴合程度啊，都会比我们买那种很长的裤子回来裁要更合适我们的身形。剪一刀的开口位置呢，也做得非常的克制，整个位置是在我的膝盖上方的一个位置，在大腿中间。那这样的话呢，就不自觉的会有一种抬高我们的整个视线的效果，会让我们整双腿看起来呢更长更直一点。那它的弯刀剪裁做得非常的聪明，它其实是用了3块布来去做拼接，中间这块像三角形一样往下打开的这块布呢，它的一条线直接是穿过你的腿的，所以呢，在完成了这个弯刀的廓形的同时呢，它又利用这条线让你整个的腿看起来更直更细，用线的一个走向去引导我们的一个视线，从而让我们穿上这条裤子的时候呢，不会有那种很臃肿很笨的一个感觉，反而是会让我们有一种你的腿非常的细非常的直。整个大腿的部分呢是有做了轻微的一点点褪白色的一个处理，裤管的立体性效果就会更好。那这个绒呢是属于是比较厚实的绒，我有尝试过很多这种类似的裤型设计，他们整个裤子上身的一个感觉都是会非常的沉，但这一条的话就完全不会。而且大家也可以看到了，裤长对于我们小个子来讲真的是非常的友好。我身高1.58米，像这种加绒的牛仔裤，它本身就已经很暖和了，它能够保证你的腿的一个温度，而且呢，因为它做了加绒层了，所以即便是外面有风吹进来呢，也不会那么容易透。那本身裤型设计的就很优秀呢，应该会是我接下来这个冬天穿的最多的一条裤子。他们最近黑五是有在折扣的，叠加完最大的折扣力度呢，这条牛仔裤最低呢大概$89就可以拿到手了，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冬天入手穿一条。如果你还没有试过这种加绒的牛仔裤呢，绝对就是懒人的一大福音，再也不用担心你要再穿第2条秋裤出门了，卡裆还不舒服。如果
你还是很怕冷，又或者是可能到零下10度以下这样子的温度的话呢，那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在里面去穿一双带有发热功能的这种及膝的长袜。像之前做搭配的时候呢，就有分享过很多优衣库他们家这个发热的及膝袜，真的就是一个冬季的宝藏啊。那关于优衣库这种秋冬单品的 Top 5的榜单呢，我也在整理当中了。感兴趣的话呢，就一定不要忘记先订阅关注一下我的频道。那我给它呢就做了2个不一样的搭配，首先是这种走的棕色系，今年秋冬比较流行的。那里面用到的呢是这一件半高领的羊毛打底衫。这件羊毛打底衫的利用率，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基本上一整期视频都在用它。它整体上身的感觉非常的软糯，它呢跟我们平常见到的这种内搭羊毛衫呢有很大的一点不同，它是做了一点设计在里面的，即便你单穿的时候也不会很尴尬。用到的面料呢是100%的这种可机洗的羊毛。那一般就我说的这种可机洗的羊毛，我会建议大家在洗护的时候呢，把它放在一个那种洗衣的网袋里面，这样的话呢，可以防止它在洗衣机里面转的时候跟其他的衣服摩擦产生一个气球。还有呢，就是一定要用凉水洗。那如果你是深色的话呢，就是要跟浅色的衣服分开来，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最大程度上的去保证我们这件衣服洗出来呢，还跟新的一样。那这一件的话呢，为什么我说它是有别于普通的这种羊毛打底衫？首先是它整个版型的一个设计，大家可以看到它在腋下这一块呢，没有说给你做的非常的往上靠，很容易会有那种把副乳挤出来，它这一件呢就完美规避了这个问题。还有呢，就是它在袖子这个地方是我做了稍微延长一点的设计，前面露出来的这一节袖子呢，就会有一个像花朵一样往外打开的感觉。比如说你在搭配一些大衣的时候，可能前面袖口会露出来一点点嘛，这个形状就会非常的好看。那它上身的舒适感，我觉得是完全不亚于羊绒衫的这种柔软的一个感觉，非常的舒服轻薄，一点都不会有扎皮肤的问题。所以今天可以看到，就是我搭配的这一些所有的 look 里面都可以看见它的身影，算是一个我觉得冬季保暖又好看，然后即便是你到了暖气房里一直拖到剩最后这里面这一件打底的时候呢，它单穿也是非常好看的。配饰的方面呢，我就基本上选择是这种金棕的配饰，可以看到比如说包包啊皮带啊选的都是金棕的一个颜色。那皮带的话呢，之前也有朋友问我说最近有没有什么推荐的皮带，那我最近这1-2年基本上是没有在花钱在皮带这个上面，因为国威利亚他们家很多夏装，不管是裙装或者是裤装来的时候呢，都会有给你免费赠送一条皮带的。外面搭的呢，是我觉得本场外套类别的我最喜欢的一个单品了，而且你们应该都猜不到，这一件羽绒背心它里面填充的竟然是95%的这种波兰白鹅绒。那其实去年的时候就有花过一整期视频的时间来跟大家仔细的了解拆析了一下每一个面料它们保暖的一个性能。那羽绒的话呢，基本上市面上会见到的就是这种鸭绒跟鹅绒。那我们看见的比较贵价的羽绒服品牌，比如说加拿大鹅或者是 Moncler， 他们填的都是鹅绒。鹅绒的话呢，它品质是会比较高的，而且它的整个蓬松度会更好。还有就是鹅绒它不容易会有异味。那像这一件白色的羽绒马甲，它里面填的就是鹅绒。那羽绒服的一个工作保暖原理呢，通过这个绒胀开的这个地方形成一个空气的隔层，保证你里面的温度不流失的同时呢，外面的冷空气又进步。那除了白鹅绒本身它的一个保暖程度之外呢，这一件背心马甲它拼的是一个蛋白皮。这1-2年我觉得仿皮呢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一致类的做外层它就能够很好的去达到一个防风的效果，属于都是用到了非常好的料子。而且我还很喜欢的是它的整个的形状，从侧面看呢是稍微有一点那种前短后长，以及呢有一个非常好看的 C 型弧度。还有呢就是像这种背心马甲，我之前呢有试过其他的品牌，我注意到就是如果背心马甲它的整个腋下呢做的是比较窄，收的比较紧的话，
那你在做叠搭的时候其实不是很方便。比如说那种比较宽松 oversize， 然后袖子比较大的卫衣的话呢，会觉得有点紧，而且整个呢会把这个卫衣的形状拉得不好看。那像这一款呢，它就整个腋下开得很大，所以你在做不管里面穿的是紧的内搭或者是比较宽松款式的呢，都不用担心。还有呢，就是 Goelia 他们一贯就会有做的一些很细节的地方，比如说手插兜的地方用到的是这种绒布，那比起亮面光面的材料呢，就你冬天很冷的时候手伸进兜里其实都是暖和的。包括脖子这一圈呢，它也是用了一个绒布，所以在整个衣服拉起来的时候，你脖子接触到的一个位置呢，也是会非常暖和。接下来用这个加绒牛仔裤搭配出来的第二套呢，就是这种灰色系的穿搭，也是我秋冬最喜欢的一个色系吧。那外面穿的这件外套呢，其实是之前就有跟大家分享过的 Goelia 他们家这种加绒羊毛的飞行员夹克，里面的这一件呢，它的用料真的就是非常好的，采用的是这种毛衣的一个黄金比例，70%的羊毛再去混上30%的羊绒，不管是保暖效果还是平常穿着，然后包括护理它的一个效果呢，都会更好更轻松一点。细看的话呢，灰色再混纺了一点点白色的纱线，在领子这个地方做的是一个像海军领的翻领盖形式。那我觉得你平常在单穿它的时候呢，它就会比普通的圆领更有一点造型感，整个面料上身呢非常的舒适，一点都不会有扎的感觉。腋下这个地方呢做的是有一点蝙蝠袖的感觉，毛衣的下摆给的比较短，那我觉得像小个子在搭配裤子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说毛衣太长，然后你还要费劲巴拉的把它塞到裤子里面去。这一件的话呢，它就属于是随便套一下就很好看的一款。那刚刚聊的这条加绒的弯刀裤呢，它其实整体的设计我觉得还是属于比较前卫一点点的。如果你想要找一条日常穿，或者是你不喜欢弯刀裤这个设计，你想要找一条比较干净利落的呢，我会推荐你看看我身上的这一条，它是一个9分的微喇叭形状的一条牛仔裤。里面同样也是做到了这个加绒，穿上去非常的暖和。在腰腹这边呢，它不会说把你多余的肉，包括胯这个地方就是卡得很死。还有呢，虽然它在后腰部分没有做到松紧带，但是前面的裤腰头这个地方有给到2个纽扣，所以你就可以随意的根据自己的这个肚子的大小调一下这个纽扣的位置。这也非常适合于就是我这种出去吃饭很容易一不小心就吃多了就解扣子就很尴尬。但是如果是这个的话，我可能就是会把它换到更松一点的那个扣子，就会比较舒服。那我觉得像这种裤子呢，就非常适合于去搭配踝靴，又或者是保暖的袜子，然后露出袜子的那一节再去配上乐福鞋，也是同样成立的。那这一件牛仔裤呢，同样也是给它做到了2个不一样风格的一个搭配。首先呢，一个是比较保暖的版本啦，如果你真的很怕冷，这个版本穿上去，我相信零下10度左右的天气都是能够轻松 hold 住的。里面用到的这一件呢，是之前就有跟大家分享过的这种假2件的羊绒开衫。它这个假2件做的非常的真，就是你把所有外面这一件棕色的扣子全都解开来之后了，还是可以看到，就是它可以做这种翻开的，就像是真的你是用了2件衣服去给它做叠搭出来的一个效果。我觉得Goelia他们家这个售价，再加上最近有的这个黑五的折扣，如果想要入手这种很高级的面料，平常会比较买不下手的，就可以趁现在这个时候去试试看。下面呢，你可以去搭配这种棕色的乐福鞋，又或者是像我这样去配一个踝靴也是可以的。刚刚不是说这套就是怕冷型人必备嘛，那外套肯定就是要上羽绒服了。这种羊绒再加上羽绒服呢，绝对就是非常温暖的一套组合了。那这件羽绒服它会更有 Lume 那一种感觉，整个做的是这种小立领的设计，而且我很喜欢一点的是它的拉链部分做得非常的隐形。有一些羽绒服它的拉链就是这种亮晶晶的在外面晃，然后你就会很难去根据你想要呈现的一个效果去选择你的配饰。那像这件的话，因为它整个拉链做的是同色系的，而且做的非常的隐形，就感觉像是融进去这件衣服里面了。它里面填的也是95%的这种波兰白鹅绒，整体做的是这种偏短款的小面包形状，拉链也是上下可以调节的。那如果你平常不想把拉链整个拉开的时候，你把它这个敞开来，它其实会有一点像海军领一样的，很好的在你的这个肩膀这边形成一个宽肩的一个设计，
会让你的头看起来很小。它不仅是外面有做到的2个口袋嘛，这2个口袋里面也是一样，是做这种绒绒的面料，所以摸进去不会冰冰的。还有呢，就是翻开来之后呢，它里面的内袋是有给到了2个额外的一个安全口袋，都是用这种拉链封住的，属于是我觉得非常好穿，颜色又很正，很符合今年这种流行趋势的一件羽绒服。这一条有点偏微喇的家用牛仔裤呢，第2种搭配就是拿它去跟这种有一点这种 slim 感觉的短夹克去做一个搭配，整体呈现的就是一个非常干练利落，我觉得通勤也可以穿的一种。那里面用到的呢，还是这个棕色的羊毛打底衫，是不是真的非常的百搭？而且它袖口这个地方配这种稍微短一点的双面领夹克，露出来的是不是就非常的有层次感，又很有设计？那外面的这一件白色的夹克，你别看它就是好像平平无奇，但它的面料真的超级的重磅，用到的是89%的羊毛，却换上了11%的羊绒，整件还是做成了这种双面呢的设计，保暖程度上来讲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我觉得它完全不亚于一件羊绒毛衣。它做成这种短版又比较修身的呢，它就很适合拿来既可以当外套，也可以当中层，是不是？如果你衣柜里面已经有非常多不同款式的毛衣了，像这种用料很好的羊绒羊毛的这种夹克呢，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一款。那像冬天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我穿的最多的，除了羽绒服之外呢，就是这种呢子大衣了。我之前呢就花重金入手了一件100%羊绒的这种呢子大衣，也是这种双面呢的，穿了好几年了，今年再拿出来还是非常的爱，整个的品质光泽都是没话讲的。那平常我们看到的，包括去年我跟大家分享的，都是这种比较正肩的双排扣的这种呢子大衣。那今年的话呢，我就要尝试一个我觉得可能小个子都会比较难找，然后会比较有顾虑的一个款式。那一个长一个短，先来聊一聊这个短款的。我觉得短款的呢是更不挑人穿的，而且它整体呢会有一点像今年非常火的这种围巾大衣的形状，它也是附赠了同面料的可拆卸的围巾、可拆卸的腰带。这件的话呢，整体用到的是91%的羊毛，去混上了9%的这种羊驼毛。那羊驼毛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特性呢，就是它会自带的一种绒绒的一个表面。像去年我入手一件灰色的羊驼毛大衣呢，我就非常的喜欢。像狗维利亚他们家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呢，小个子其实是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尺码的。那像很多品牌他们做大衣做的非常的大件，小个子穿上去之后呢，会被淹没到这件衣服里面。但是我觉得狗维利亚他们家的码数呢，是我做到非常小的一个选择。所以呢，如果你有在找小个子适合的版型的大衣的话呢，就不妨可以去他们家看一下。那像这一件的话，整体选的是这种燕麦色，它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版型的一个呈现。那像比较完整的一个呈现方法，就是把腰带系上，大围巾也系上，它就会有一点像这种浴袍大衣、围巾大衣的一个感觉，可以整体走这种非常优雅的一个氛围感。它在袖口这个地方呢，是留到了2颗纽扣，你就可以很好的去固定住那个位置。当然了，你也可以像我这样去给它搭配这种一整套的羊毛的套装啊，我觉得算是秋冬天非常好穿的一个品相。像这一条羊毛裤的话呢，我穿的其实是一个平底鞋，是 L 的这一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完全都不会踩地，是可以放心入手的。除了裤长非常优秀之外呢，它的整个的裤腰头这个地方做的是一片式的平整的，所以呢，你在配这种稍微紧一点的上衣的时候呢，也不用担心说肚子这块凸出来不好看。还有呢，它侧面是有给到口袋的，像我之前花了很贵的钱买的那种羊绒套装，因为这种面料的问题要去做口袋是非常麻烦的，所以呢就干脆直接略过那一步了。但是这一条的话，它是2边都有给到口袋的。整个裤管中间呢是有一条非常立体的缝线，那这条缝线呢就会有很好的拉长你的腿部，然后让你的腿看起来很直很细的一个效果。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件上衣了。这件上衣我真的要夸它一下，它真的太聪明了。我当时看到就想说啊，那应该就是一个假2件吧。它真的假2件做的非常的用心，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把拉链全部拉开来之后呢，假2件是可以直接翻到这里的。不知道的人真的以为就是你去叠了2件衣服，个拉链也是上下可开的，下摆地方呢还非常贴心的给你留出了一截白色，让你去衔接这个咖啡色裤子的时候呢，就会有更好的一个提亮的留白的一个效果。最近是越来越喜欢这种假2件的设计了，它如果做的用心一点的话呢，真的是能够很好的去帮我们既达到了叠搭的效果，又让我们
省去了去找合适的衣服的一个麻烦。而且像这样一套呢，它是搭在一起卖的，你直接呢就是可以一套无脑的穿出门，外面再去叠。不管是像呢子大衣啊、双面领大衣，或者是直接去套羽绒服，都是非常舒服、轻松，冬季又非常暖和的一个选项。那除此之外呢，我这次呢还找到了一款长款的这种浴袍大衣。浴袍大衣我之前一直不敢尝试的，一个就是会怕整个穿上去整个人显得很臃肿，还有一个呢就是很难找到适合小个子的一个版型。那这一次的话，我觉得我找到的这件巧克力色呢，整个上身是不是就非常的优雅？它有几点我觉得做得很好，是首先一个就是它长度非常的优秀，可以看到即便是我里面内搭了一条这种垂感的长裤呢，它也完全不会说压个子压身高的一个问题。整个的裤长大概是在我小腿往上一点点的一个位置，细看的话可以看到它在脖子后面的这个位置的地方呢是有缝到这种比较立体的凸起感的一个东西。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在把整个领子往外翻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更好的支撑点，不会说整件这个领子就软趴趴的放在你的肩膀上没有形状。还有呢，就是它在所有的这个边上都做了这种类似麻花的一个收边的设计。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很好让这件衣服的边边看起来呢非常的有质感，而且它的面料大家可以看一下，在阳光下面这个光泽感是不是非常的高级？它是90%的羊毛去混上了10%的这种羊绒。羊绒的这种自带的天然的一个光泽感，真的就是跟其他的面料完全没有办法比的，也是我冬季最爱的面料之一。那像这件的话呢，它是有给了一条腰带，你里面就去随便内搭一件像刚刚提到的这一件可以机洗的羊毛打底衫，又或者是可以去配上任何的白色的一整套这种羊毛套装，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随便穿一穿就会有那种气质很好的一个感觉，而且它这个颜色调的呢，完全不会显老，反倒是会让你整个人的气色看起来很好，面部红润的一个感觉。那前面聊到的呢，都是裤子的穿搭，那冬天肯定也是有朋友很喜欢穿裙子的嘛，像这一套一样，我觉得很适合在比较暖和的天气穿，大概0度左右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你的全身上下的一个选择的单品呢，用料尽可能的是去选择这种比较厚实的羊毛，它就有很好的这种挡风，然后再加上一个保暖的一个效果。像这些小立领的夹克，它用到的是100%的美丽奴羊毛，整个的用料来讲真的是非常的奢侈，整个的格纹缝线我觉得做的非常的精细，细看的话是可以看见这种不同的纱线交织出来的一个深浅的很有层次的一个格纹。拉链的话呢也是双向的，这个立领呢做的稍微的比较矮一点，所以呢它即便是不能翻下去呢，它也完全不会影响到你脖子这一块。那里面的内搭呢就简单的再去配上这一件非常万能的这个羊毛打底啊，金色的首饰去点缀。那裙子的话呢，用到的是同一个面料做成的这个短裙，其实里面翻开来是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裤子的亮面内衬在里面的。那天气稍微没有那么冷的时候，你可以配一个及膝的袜子，这一套就非常完整。但是如果天气冷的话呢，就可以去配上我2年前就有跟大家分享过这种加绒的裤袜，属于是这种保暖又不失风度的一个选项。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套我觉得算是我日常会很经常穿，然后平常周末不知道要穿什么就一定会翻它出来的，就是这种格纹的裤子，再去配上很休闲的很舒服的这种羽绒服。那格纹裤子其实是我今年的一个 wish list 上面的一个品项。那怎么判断这个格纹做的廉不廉价？就是很简单，大家看我哈，这个把2个腿就是并拢站直了之后，包括这个缝的口袋以及屁股这一块，它的这一条格纹为什么不廉价呢？就是因为它能够把所有的格子线条都对得整整齐齐的。对齐的格纹为什么看起来不廉价？首先一个就是它如果真的要去做对齐，那它每一片布料在拼接裁剪的时候呢，就要非常的小心，不是说我随便裁2块布料给它缝到一起，它就变成一条裤子了，而是呢，它要非常精准的去对，这个就非常的花人工、花时间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平常在买格子裤的时候，我要求还蛮高的，我就觉得一定不能让它看起来有这种廉价的感觉。还有它做的是一个偏高腰的设计，整体上身的裤长呢，对于我来讲也算是刚好的。我穿的这一双是胶下鞋子，正常鞋子的一个厚度范围。大家穿这种裤子，如果想要让它更温暖一点呢，就可以去拿这种发热的及膝袜去做一个打底，就会非常的暖和，不用穿秋裤都会有2条裤子的一个温暖感。那我给它里面搭到的这一件呢，也是一个夹2件
是这种灰色 polo 衫的一个感觉，但是它在领子这边呢是有做了一种这种叠搭的错觉。这一件的话也是100%的美丽奴羊毛做成的，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麻花呢，跟我之前分享过的不显胖的麻花都有一个非常一致的特性，就它的麻花没有说做的很蓬，那个骨变没有变得很大，所以呢它就会整件衣服比较薄，穿在人身上的时候呢也不会容易有膨胀感。自然翻出来的这些浅一个色号的领子叠在上面呢，就会有这种颜色上面的一个层次感。那就你随便单穿一件衣服，它都能够有这种你精心打扮过的一个效果。那外面呢，可以很简单的去套我们一开始聊到的这件蛋白皮的羽绒服马甲，也可以去叠到这种很有设计感短款羽绒服，它里面填的也是95%的波兰白鹅绒。这个羽绒服的保暖程度真的不用我多说，再去叠加上这个羊毛，我在拍摄的时候，因为是在室内嘛，我已经把窗户都开到最大，把空调都开成冷气了，我后背还是穿出了一身的汗。跟我们市面上看到的普通羽绒服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在领子这边做了一个拼接的设计，让这件羽绒服看起来呢很时髦。整个做的是这种前短后长的一个剪型设计，下摆的地方呢是有给到这种调节扣的，所以呢你给把调节扣扣上之后呢，它缩的会更紧一点点，拉链也是这种双向可开，再加上外面有一层磁吸的扣子。领子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你可以直接给它系起来，37分的一个大领子的一个装饰物，然后再冷一点，其实你可以直接给它系起来，把你这个整个脖子都包住，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不用再去额外去带一条围巾，很累赘。而且它袖口这个地方呢，做的也是这种羊毛混纺的一个袖套设计。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3件羽绒服，我觉得都属于是那种性价比非常高的选择。视频里面提到的所有单品呢，都是来自于 Goelia。Goelia 这个品牌，他们家的面料真的就不用我多说，我觉得是他们家的一个强项之一。那马上就要到黑五了，我也是特地跟他们家要到了一个比官网活动还可以再额外享95折的一个折扣码，买2件呢就能享85折，买5件呢就能享6、7折，属于是多买多划算的。本身冬季的衣服单价就比较贵嘛，大家不妨可以趁这个时候，整个黑五期间的折扣力度应该算是全年最大的，也是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去入手这种品质很好的羽绒或者是羊绒大衣单品。当然也是给大家要到了一个专属福利的，非常感谢大家这1年以来对我频道的支持。老规矩，参与抽奖的方式呢，还是点赞这个视频，关注我的频道，并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最种草哪一件单品。那过1周之后呢，我就会抽1个小伙伴选同款送出。那希望今天这期视频能够让你在这个冬季穿得好、穿得暖、美丽不动人。再一次感谢你的收看，我是A琳，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